有男朋友的抱紧你的男朋友，没有男朋友的请抱紧你的羽绒服。如果你连羽绒服都没有，你太惨啦！所以这一期我们要来测的是300块钱的羽绒服。我们在某平台买了22件300块钱以内的羽绒服，而且很多还是100多块钱，果然是穷人的频道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测评呢，主要测评几个部分。第一呢，我们肯定要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羽绒服，然后其次呢，再说它是什么羽绒，是不是差的。第三呢，我们来看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工，包括用的辅料啊，像拉链啊、暗扣这些地方。第四呢，就是我们要综合它的价格。最终呢，我们来评选一些我们觉得300块钱以内还不错的羽绒服。如果说有超出我们预期的，那我们就太高兴了，我们穷人也终于可以精致起来了。我们因为时长问题呢，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。我们会把好的挑出来，不好的挑出来，并且告诉你好在哪，不好在哪，为什么值得推荐。OK， 开始吧。现在有小本子给大家测评，给叔叔阿姨们露一手。又困了是吧？这才几点啊？我都没有困，你怎么困了？加个班而已，加一会班你就瞌睡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教一教大家如何分辨羽绒服。最基本的方法呢，第一种呢就是你拿着它，然后对着灯照，你能够看到它里面有一片一片的小毛片。另一种方法呢，你从它这个缝接处、针孔处，然后看它有没有跑毛，因为羽绒服一般都跑毛，你可以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羽绒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用手捻、用手摸、用手揉它，揉法一定要专业，要温柔，要从上往下摸，左右摸、胸前摸、后背摸，各种摸，千万不要漏掉，每个地方都要摸，摸到它舒服为止。它舒服了，它自然就会告诉你它是真的是假的。而鸭毛鹅毛呢，它是有那个毛梗，就是鹅毛片的中间有一个梗，而且它一片一片的，你可以这么拽开。丝棉呢，你这么拽呢是拽不开，因为它是一大坨连在一块儿。这就是丝棉，你捏着它的时候它有弹力，然后你拽的话它是一大片一大片的。而鸭毛呢，它是一小根一小根一小根的，所以要摸它。这件是假的，行家一过手就知道它有没有。丝棉拿来充当羽绒服，你真的不要脸。很多商家啊，特别喜欢耍小聪明，就是他在标题里面写上什么羽绒服啊，怎么样，然后详情页里面呢，他也不说自己是羽绒，他也不说自己是棉服，反正就让你去误解。这件呢就是纯正的棉服，这一摸就摸出来了，里面的丝棉。价格呢是139块钱。大家在买羽绒服的时候，一定要在聊天记录里面问店家说你到底是羽绒服还是棉服，你含了多少，他敢回说我们是羽绒服，你发现不是羽绒，就可以找他来赔偿。你像这一件呢，它其实吊牌上呢写的是聚酯纤维，但是宝贝的标题里面写的是羽绒服，这种就是想要忽悠你，如果忽悠上了呢就上了，忽悠不上呢，对吧？今天的22件我真的只选了这3款啊，这真的不开玩笑，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，算是给你们一个交代了。是我刚才看呢，其实这种便宜的鸭绒呢，其实比较那种碎毛片。也就是说，把一些那种白鸭绒啊，或者什么鸭毛啊，把它粉碎，用那个碎毛片，然后灌的，它并不是大毛片。那大毛片呢是这样的，就是它一个毛片呢，它上面有很多像树叶的树枝一样，它会出来很多条毛梗，它会整体会有一些蓬松感。无数个毛片堆在一块儿，它就会有一些弹力，有一些张力。这就是你们发现很多羽绒服，你看里面感觉很多气，然后一压，哎，扁了，然后一放开，慢慢的弹回来了。可是这种呢，它的碎毛片呢，就是你发现它里面呢一捏没有那么好的张力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同样都写着白鸭绒，为什么都写着一样的含量，可它能便宜这么多呢？因为它的碎毛片不保暖。这一件是我今天强烈推荐的，我觉得面料是今天当中最好的。而这件衣服我跟你讲，充能量还不如刚才那件巨丑的那个镭射光碟它多。但是它这个面料用的相对比较好，家人们真的，你们不会耍心机，耍心机就是要把外表做得好好的，然后里面很烂，对吧？它这个款呢是宽松的款，设计呢我觉得还不错，袖口呢是有一个弹力带，然后呢一个腰带，2个大口袋，拉链用的比较差，说实话这个拉链真的很差，割手。鉴于这个价格呢，我也忍了吧。里衬呢用的也不差，毛领呢当然了，这肯定是化纤的，摸一把反正掉了不少，那我就建议你把这个毛领扔了吧，多少有
有一点点线头，但是我觉得200块的价格，这件衣服今天是我强推了，我要把这件衣服买回去，然后换个吊牌，换成1000块的吊牌，然后送给我姐。那这件羽绒服呢，其实白色的看起来还真的不显丑，不显 low 哎，这种白色看起来还不错。它的拉链呢是塑料的，这个还好。不过这个拉链头呢，金属的。整个衣服呢设计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年轻化的啊。两边腰这一块呢有2个拉链，可以把它拉开，所以呢一件棉服呢变成了3片。下摆呢有一个抽带，抽带的质量还可以。然后大口袋，充绒量呢白鸭绒，吊牌没有写充了多少，但是摸起来呢。其实感觉还可以，还挺厚实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够单纯的说凭它厚度就来评判它是一个好的羽绒服。好的羽绒服呢还讲蓬松度，蓬松度呢这个就更专业了。毛片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们都说有100克吧。可是呢，这100克呢，它的就更蓬松，它可能蓬松的更大。但是不好的羽绒呢，它同样可能100克，它可能的蓬松度呢只有这么小一点点。有些衣服呢，你发现穿在身上很瘦很贴，可是它也很暖和。哎，对，这个丝棉呢就是这样，它很蓬。比如说我身上这件棉服，它可能就有400-500克的这种填充丝棉，而且你发现它还很胖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它真的不如一件比它要薄2倍的羽绒服要暖和。想要知道什么丝棉特别简单，你们家一定有抱枕，打开抱枕里面呢全部用丝棉的啊。丝棉呢是一种化纤材料，它非常弹，无论你怎么压它，你有200斤你也做不塌它。这一款呢，它的外面这个面料呢也很好，真的不差于第一款。但是我不太喜欢的就是这件衣服呢，它全身呢做了绣花这个英文字母。说实话，这个面料加了这个绣花，成本会更增加。整件衣服上面有几十个这样的绣花，你知道这种电脑绣花其实挺费钱的，而且这个绣花看起来质量还不错。整个的下摆是有点点这种半圆形的，然后还加了包边，然后两边呢还加了蝴蝶结。然后它这个丝带呢是有一个抽拉的功能，可以把你那个衣服抽成短款。袖口呢，这个弹力带呢也不错。你知道有一些衣服呢弹力带会特别差，很容易起球。它这一款呢是针织的，整个的质感还不错，然后这种肯定不会起球。然后拉链呢也是塑料的，帽子呢也是加了这个毛领，但是这个毛领呢也是一样的问题。这种化纤的毛领啊都是通病，便宜了以后呢很容易掉毛，你抓一把，哎呀掉一大堆。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把它换掉，它这个都是带扣子的。整个衣服的做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含绒量呢170克、180克，所以实际上这款含绒量呢也是比较少。这一家呢就相对比较良心一点，它里面直接写了鸭绒的90%，毛片呢10%，真的不是我在说骚话，它就是毛片那俩字儿。这次的衣服是我们编导选的，我才没有这样的审美。这个镭射光碟，这件是把雨伞做到羽绒服上去了。这几件塑料大棚我真的不看要，是我有史以来见过最丑的衣服。你们不会觉得好看吧？这件衣服说实话，它本身的这个厚度真的挺厚的，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加绒其实并不抠门儿。其实说良心话，这件衣服的质感也好，包括它的厚度、羽绒的含量，都是这几件塑料大棚当中最好的。你看它这个设计元素很丰富，这种衣服就穿在身上，让闪瞎人的眼，不是一般我们这种土楼的人可以驾得了。前后还不一样，后面是有一块这个多了一块尾巴是吧？人家吊牌价写的2999，现在人家打折才卖298，白鸭绒呢。这件如果说你们谁喜欢的话，我们抽奖送给你。这一件就不要买了，这一件也200多块，但这一件真的就是你听这个声音嘛，可以打碟了，对吧？这不是塑料大棚是啥？妈呀，这件太骚了！我这一件感觉就很像90年代那种迪厅里面那种是吧？这个 PU 真的很 P 很 U 啊！哇，这个好。这两件也不是随便一个凡人就能驾驭得了的。这件羽绒服呢，其实我觉得款式还挺好看的，还挺简单的。里面的羽绒呢，其实不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可以吧。价格主要很便宜，160多块钱。那这一件呢，如果是男生可以穿的话，我觉得男装还凑合，料子还可以，手感也好，包括厚度、质量都是我觉得这几件当中最好的这个料子。不过它这件价格呢也会比较贵，它这件是285块钱。这件衣服就是我觉得丑。这一款羽绒服呢就很常规，然后也是一样的问题，就是面料你会觉得像一层皮质，好像轻轻的一碰就破了。但是里面羽绒呢还可以。这件呢非常大，其实是我觉得还可以推荐的，厚度也不错。面料说实话肯定没有那么好，然后也很薄。但是它这么大一件是吧？然后羽绒的填充的也挺多的，还有特别是这个帽子，这个帽子我说是个垃圾袋你都相信，我每天铲猫屎就是用这个垃圾袋。所以呢，今天这22款呢，
我觉得这3款是我最值得推荐的，特别是这2款长的，真的强烈推荐。反正我也没收钱，我也没有跟他们有什么勾结，这个是你们自己感受啦。老规矩，抽奖，我们这3件衣服抽3个小股东来为我观众朋友们任意一件买给你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希望多帮我们3连一下。我要睡觉了，现在是深夜2点钟，我困死了，拜拜。